打斗的感觉让人有一种低配版蜘蛛人的味道，每个地方都演一点，每个地方都很支离破碎，最后反而什么都没有接在一起了。但整体来讲，它是个勉强可以划过及格线的动作片。影片中有大量爆雷，观看时请多加注意。如果喜欢影片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分享，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大家好，我是正风。大家好，我是小颖。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是《猎人克莱文》。这部电影主要是在描述由亚伦·泰勒·强森饰演的谢尔盖是俄罗斯黑帮尼古拉的大儿子。某日，尼古拉带着谢尔盖跟小儿子迪米崔去狩猎，途中谢尔盖遭到狮子袭击，被刚好经过的卡吕普索用家传的巫毒药水救活，也因此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力量。被父亲领回家后，尼古拉向他展示了袭击他的那只狮子标本，想要让他放心，却因此勾起了谢尔盖的反抗心，让他在当晚决定离家出走。离开家后，他来到母亲家族遗留下来的深山中，并借由自己得到了强大力量，开始杀害与尼古拉同样从事非法行业的人，并自称猎人克莱文，而其中也包含了救命恩人卡吕普索的仇人乔尼。原来卡吕普索成为了律师，与一名黑帮成员乔尼结怨。杀害乔尼后，克莱文主动联系卡吕普索，除了报恩外，他也希望得到卡吕普索的帮助，协助他猎杀这些无法被法律制裁的恶人。与此同时，乔尼死后，他原本的事业出现了真空，人人都想要分掉他那块大饼。尼古拉找上了乔尼的手下，想要接管乔尼的事业，但却遭到另外一名黑帮阿列克谢的手下袭击。原来阿列克谢也在觊觎这块大饼，同时他也注意到有一名男子自称克莱文在四处猎杀黑帮分子。某日，他收到一个神秘的 USB， 让他知道克莱文就是谢尔盖。为了先下手为强，他看准克莱文拜访弟弟迪米崔的时机袭击，但克莱文正巧外出，于是他绑走了迪米崔，并趁机勒索尼古拉。尼古拉为了维持尊严，不愿意出钱赎回迪米崔，克莱文只好找上卡吕普索，希望他提供协助。在卡吕普索线人的协助下，克莱文找到了绑架弟弟的佣兵，也发现这一切都是阿列克谢的陷阱。他紧急联络卡吕普索要他逃命，随后便遭到阿列克谢的手下轰炸，但克莱文仍旧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功与卡吕普索会合，逃到了秘密基地。但入侵佣兵基地时留下了线索，让阿列克谢找到了他的所在地，并带着大批兵力来袭。在自己的地盘上，克莱文顺利地消灭阿列克谢的手下。尽管一度遭遇危机，但在卡吕普索的帮助下，克莱文成功突破难关，与发挥权力变为犀牛人的阿列克谢对峙。最后，阿列克谢死在克莱文的手下。在死前，他给了克莱文线索，让他知道原来泄露他身份的人就是尼古拉，因为尼古拉想要借刀杀人。本来基于亲情，克莱文没有对尼古拉下手，但因为这次危害到了迪米崔，让克莱文不在手下留情。1年后，克莱文再次拜访迪米崔，原以为摆脱父亲后，迪米崔会过得更加自由，但没想到他接手了尼古拉的黑道生意，并找到把阿列克谢改造成犀牛人的医生，让自己成为了变色龙，兄弟俩就此分道扬镳。这部片拖了好几年，终于上映了。结果在上映前的几天就被宣告应该要作为一整个系列故事正式宣告终止，搞得这部片像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孩子一样。本来就要扛着前面几部系列做的负评，现在又被宣告整个计划终止。我是真的不相信这部片的票房会好看到哪里去了。以索尼的角度来讲，光是这部片可以赚回成本都该偷笑了吧？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啊。但也许是因为我们看之前就对它的期望值没那么高吧。所以实际看完之后的感觉是还好，比蜘蛛夫人好一点点。进电影院前看到最重的评论是猎人克莱文让蜘蛛夫人显得都像是一部杰作。我就在想，有这么糟吗？看完之后就有种这毫无疑问的是个恶质的抹黑。这部片没有烂到比蜘蛛夫人还糟吧？我们先不要讨论它的剧情，这个我放到后面再讲。只论它的动作场景，它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在的。虽然我自己看的时候也会觉得充满了槽点，比方说有些动物的CG做的不怎么样，然后整个打斗的感觉让人有一种低配版蜘蛛人的味道，甚至某一些他们主打的 R 级动作场面也被切得有些零碎。但整体来讲，它是个勉强可以划过及格线的动作片，应该还是可以给个60-70分左右啦。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它的文戏太多了，不如说那些文戏应该有很多是可以删掉的吧？不只说文戏吧，我觉得有很多角色也可以删掉。这部片它很努力的想要还原漫画的设定，比方说克莱文的家庭关系，以及他是喝了巫毒药水之后才得到神秘的力量，甚至连犀牛人的外观都尽量还原了漫画里面的造型。原来那个是还原哦，老实讲有点丑到我不能说什么其实已经比漫画好看很多了。可是真要讲，我还是比较喜欢惊奇蜘蛛人2结尾出现的那一台。这些还原让这部电影变得很糟。比方说卡吕普索这个角色，除了给予谢尔盖那突如其来的巫毒药水之外，他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吗？还有阿列克
克谢他找来的打手异乡人。如果大家有听完前面我们讲的剧情梗概的话，就会发现完全没有提到异乡人这个角色。我很想讲啊，可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角色在这部片里面有什么存在的必要。阿列克谢特地找了这个人来帮他寻找谢尔盖，但是最终他是靠着尼古拉的 USB 影片找到谢尔盖的。我们只看到异乡人追逐克莱文的脚步到了各个地方，然后施展了宛如阅读一般的幻术，杀了很多人。但结论来讲，他好像没做到他的雇主希望他做到的事情。不如说，就连最后他对上谢尔盖的地方都很怪。你已经让他中毒了，也让他中了你的幻术，那你为什么还要数123的再往他身上射更多的毒药？一枪爆了他的头好吗？而且异乡人这个角色在这部片里面的存在就很莫名其妙。开头阿列克谢说他认识一个一直在追逐克莱文的人，当要开始介绍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以为他会有一个理由才这么执着于克莱文，结果没有。他说他的师傅被克莱文杀掉了，但我们也没有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个桥段，这就是一个好像存在但又不存在的伏笔。不能说他没有理由，只能说他的理由非常的不重要，就仿佛路人一样。对观众来讲根本没有存在价值的东西，而且最可怕的是像这样子不重要、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伏笔充斥着这部片的每一个角落，让文戏的衔接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充满补丁的破布。我要说一开始我觉得他的文戏拍的还不错的，因为我自己并不反感花一些时间去铺陈角色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情感，可以让后面的剧情更加有张力。但随着电影往后推进，文戏越来越多，变成每个地方都演一点，每个地方都很支离破碎，最后反而什么都没有接在一起了，给了一种这部片的脚本就是边拍边写，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人，根本没有想要把整个故事串在一起的想法。这一点真的是很致命的问题。这部片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果要细数下来，起码可以讲30分钟以上。但是就像刚才讲的，虽然文戏拍不好，但动作戏真的还不错。如果可以把文戏的地方砍掉一大半，让这部戏成为一个90分钟左右的电影的话，也许它会更好看吧。它有一些概念还蛮有趣的，比如说让克莱文表现得像是德鲁伊，可以操控动物们去攻击人类。我自己特别喜欢是他为了救弟弟潜入了佣兵团的基地，那一边他展现了独特的潜行技术。可是那一段后面就很蠢啊，明明前面用了很好的方式潜入，要打晕人的时候也都会用吹剑之类没有声音的武器，结果在最后的最后，他就自己制造出了噪音，让全部的敌人往他这边冲过来。那前面的潜行到底意义在哪里？对，这边也是我看得很忙的地方。前面你潜行的那么顺利，为什么在最后一刻的时候这么巴不得所有人都知道你还没找到你弟耶？但是虽然我们这样子夸奖他的动作戏，他后面却把自己这个唯一的优点给抹灭掉了。我们前面已经吐槽过跟异乡人的那一段战斗了，但是我觉得最严重的是跟最后反派犀牛人的那段战斗太糟了。明明前面我们看克莱文在消灭小兵的时候，各种动作的设计其实都还颇有新意的，会让看的人觉得爽快。但是在犀牛人这边，明明是最终 BOSS， 但打起来就像是回合制，你出一招我出一招。最后犀牛人受重伤也不是因为克莱文打的。你说他的皮肤子弹都打不穿，但是他却会被牛给踩死。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之后，我可以在其他的作品看到跟木法沙一样的死法啊。如果前面全部的动作戏加起来有60-70分的话，打犀牛人这边应该就只剩下40-50分了。亏他还是最终 BOSS。讲到像是德鲁伊，这又让我想到2个想吐槽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在预告片里面其实有看到，在开头雪中的那一段，应该有一幕是他跟狼一起战斗的场景，但是在正式片段里面好像被剪掉了。然后我顺着这个部分再回去检视了大部分的预告片之后，就发现在预告里面被剪掉的场景其实还挺多的。预告有出现的片段，正片里却没有，这件事情漫威也会做啊。另外就是，其实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在原作里面，克莱文他真的就是一个以狩猎为乐的反派，他追逐蜘蛛人也只是想要去为他的履历上面添加一个强大的猎物，但是到了这部电影里面，却把克莱文演的与其说是一名猎人，不如说他是一个德鲁伊，他在与大自然共存，并且保护着所有的动物，跟原作里面的形象有个蛮明确的差异啊。原作不是德鲁伊吗？那这部漫画应该叫做德鲁伊克莱文了。
整体来讲的话，对于这部电影，有新闻说它比蜘蛛夫人还难看，这真的是过分了。猎人克莱文的确称不上是佳作，但勉强还是在及格线上。这部片的优缺点很明显，动作戏毫无疑问是它唯一的亮点。事前主打的 R 级虽然有些零碎，但大部分的动作场景的确是够血腥、够爽快，只是有不少地方特效差劲、动作诡异，使得整体看起来像是低配版的蜘蛛人，但大概也有个70分左右。可是文戏部分就烂得一塌糊涂了，大量切割的场景让故事变得很难懂，事件前后关系甚至没有办法完整的传递，过多的角色没有意义的拉长了片长。明明可以做到精简故事，让故事在90分钟内就结束，成为一部简单的动作爽片，2个小时真的太长了。那关于这部电影就聊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也记得订阅频道，追踪粉丝团跟 IG。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